哈，大家好，欢迎来到 J Invest， 我是 J。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TPU 和 GPU， 来聊一下是不是 Google 的 TPU 已经完全可以取代 GPU 好像最近大家都在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个话题哦。其实我在2个礼拜前就有聊过这个话题，我当时的观点是 TPU 会是 Google 接下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但是我并不觉得 TPU 它是可以替换到 GPU 的。那最近的话呢，随着 Gemini 3的一个发布，Google 的 TPU 又再一次的被拉出来讨论了，好像它就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对吧？那然后 Google 的股价也是来到了330块的新高哦。那 NVIDIA 和 AMD 这两个 GPU 的厂商呢，股价就被杀的比较惨。那我们今天就来总的来看一下这个 TPU 和 GPU 的对比到底是怎样的， TPU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代替 GPU， 以及以后大家对于 GPU 的需求是不是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少。OK， 那我尽量会从客观的一个角度来谈这些问题。首先 Google 是我最大的一个持仓了，那我从第一个视频就有讲过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说 Google 就是无敌的，相反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一个缺点在那边。那我们今天就从5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也可能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来分别回答一下 TPU 和 GPU 的一个对比哦。那 OK，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TPU 到底能不能替换到 GPU， 如果能的话，它能替换多少？对吧？那这个简单的结论就是，理论上TPU 是确实可以替代GPU 很多的一个工作的负载，尤其是在 inference 这方面，推理这一方面。但是这是理论上 ，OK， 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讲。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使用 TPU 和 GPU 的成本到底差多少 ？OK， 我看网络很多论断是讲说 TPU 比 GPU 省电非常非常多，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简单的结论就是说并不是这样。简单来讲，软件的团队更会调教哪一个芯片，那哪一个芯片的使用成本就更低。OK， 硬件只是其中一方面。OK，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TPU 它想要替换掉 GPU， 它还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其实它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它未来在 AI 加速芯片的这个领域也是很难超越到GPU 的这个地位哦。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聊一下。那第4个问题就是接下来 TPU 和 GPU 它们的一个市场份额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简单的回答就是说 TPU 它的市占确实应该会越拉越高，然后它的增速也会非常的快，但是呢 GPU 仍然会是主流。那 TPU 的增速可能会比 GPU 的增速要快很多，毕竟它现在开始的一个市占非常小嘛。OK， 那这是他们会变化的一个趋势，和我2个礼拜前的一个观点差不多。OK， 那第5点就是对 Google 和 NVIDIA 估值的一个影响，对吧？就是这个 TPU 的发展，它到底会怎样影响那Google 和 NVIDIA 接下来他们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变化，他们估值的一个变化。我是觉得说最近 Google 它涨了这么多，过去半年应该涨了40%到50%左右吧，它可能已经涨出了好几个 AMD 的一个市值了，对吧？那首先我觉得这一部分的TPU 的影响可能已经被 price in 了。那 NVIDIA 的估值现在被杀到一个还算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那我是觉得 NVIDIA 可能有点被错杀。OK， 但这个估值就完全纯粹是主观的一个观点啊，但前面的4个回答是相对客观的。OK，那赶时间的观众就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可以关掉视频了。但如果想要听更多的一个解释呢，我们接下来把每一个话题详细的解释一下。OK，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上 TPU 对 GPU 的一个可替换程度了。我讲理论上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有一个 AI 的一个工作的负载，它可以是推论，它可以是推理 inference， 也可以是训练 training。那从零开始，我们用 TPU 或者用 GPU 去做，是不是可以两个都可以做？那理论上的话呢，如果是 inference 推论方面的一个工作负载的话呢 ，TPU 确实可以替换到80%到90%的一个GPU 的一个工作，这个是没错的。那训练上的话呢，它能够替换的就只有40%到50%左右的 GPU 的一个工作。那R&D 的话呢，可能就只有20%。那如果我们要去形象的去理解它的话呢，可以把 TPU 当做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然后通量非常大，但是它的路线非常固定的一个交通系统。那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高速的一个铁路，对吧？那它可以运载非常多的货物，但是它的路径是非常固定的，而且它对数据的一个格式要求也非常的固定，对吧？就比如说你的车厢就只能这样的大，对不对？这是固定的。那 GPU 的话呢，你去理解它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可以随处穿梭的一种小型的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小的一个汽车，对吧？但是它的交通网络可能非常的复杂，通用性非常的强，对吧？我从 A 点到 B 点，我从 A 点到 C 点到 D 点都可以。
OK， 它不像说 TPU 说你只能从 A 到 B， 从 C 到 D， 你不能从 A 到 C， 不能从 A 到 D， 对吧？它就是一个通用的芯片和一个特制的一个芯片这样的一个区别。那 inference 方面 TPU 可以替换掉 GPU 比较多，是因为我们在做 inference 推论的时候，我们的模型已经相对成熟，对吧？你不用再对模型还有数据的格式做太大的一个改动，那 TPU 就比较适合。那在 training 的时候呢，因为模型改动会非常大， R&D 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在 training 和 R&D 的时候 TPU 就相对于 GPU 来讲并不占优势，好吗 ？OK， 那这边我们就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TPU 会更适合于 inference，GPU 会更适合于 training 还有 R&D， 对吧 ？OK， 那我们在之前 TPU 的视频里面我们有聊过，就是说在接下来5年之后，可能在我们的算力的里面对 inference 对推理方面的一个算力的需求可能会占比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会来到 60% 到 80% 的一个占比的一个程度。那 training 呢，可能就会从现在的 50% 的一个算力的程度降到 20% 到 30% 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程度。看起来的话是 TPU 可能会在接下来推理的一个算力需求大爆发的一个过程当中会占到更多的一个市占。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啊 ，OK， 但其实这个问题会比想象的更复杂一点那理论上TPU 对 GPU 的可替换的程度在2025年目前的话呢，它是可以替换到 50% 的 ，OK， 2030年的话呢，它是可以替换到 80% 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2025年明显它没有替换到 50%， 对吧 ？OK， 那在2030年它能达到 80% 的一个替换的程度吗？其实也很难。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聊它。OK。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TPU 是不是真的比GPU 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成本会更低？我在之前的视频我也有提过，然后 X 上面也是有很多人在争论这个问题，就是讲说TPU 真的比GPU 的一个效率高很多，然后节能的一个程度会好很多，等等等等。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复杂，我们先拿2个数据来看一下吧，好吧？第一个数据就是我在X 上面一个叫 Artificial Analysis， 它的一个专门做大模型的一个评估的一个网站一个账户，然后他们是有对比了一下不同型号的GPU， 还有AMD 的一个 GPU， 还有Google 的一个最新的TPU 第6代的 TPU Trillium， 因为他们的第7代还没有完全可以开放使用嘛，所以他们就把第6代的 TPU 拿来做对比 ，OK， 那他们在跑同一个模型的一个状况下，这个模型是 Llama 3模型 ，OK， 然后 token 的一个输出的速度是一样的状况下，他们发现 H100 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成本是最低的。那最新的 TPU 呢，它的运算成本是最高的 ，OK， 然后同时呢 ，H100 甚至还比H200 还有 B200 这些看起来更新的一个芯片，它的运算的一个成本还要低 ，OK， 那这边就很有趣了。H200 和 B200 都是比 H100 要新1代和2代的一个芯片但是它的运算成本反而比 H100 还要高。OK， 那最新的 TPU 它也是比 H100 的运算成本高特别多，这和大家看到的其他的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对吗 ？OK， 那唯一能解释说最旧的芯片它的运算的一个成本反而最低，它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软件的一个调教，因为它已经有太多的一个算法工程师去对它进行一个最优化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调整，所以让它跑起来的时候是效率最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它才能让越老的芯片在做同样的推论的时候会比新的芯片跑的效率还要高，运算成本还要更低。所以我们这里就会发现说，其实你运算成本它的决定性因素不只是说你的硬件越好你就越好 ，OK， 你的软件可能比硬件还要重要 ，OK， 所以这个对比我们也不能下结论说好像 TPU 它的运算的效率就比 GPU 要差，当然不可以下这个结论，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其他的报道说在某些运算上面 TPU 是比 GPU 要更节能更省电的，对吧？那个也是真的，所以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看说跑到那个模型适不适合你目前的这个硬件 TPU 或者 GPU， 以及它所搭配的那个软件的一个平台是不是能够最好的匹配，然后能跑出最好的一个效率。OK， 这个是结论。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 OpenAI 的一个工程师，他最近还有在半年前发表了2篇推文那在 Google 的 TPU 第7代
也就是 Ironwood 刚刚发布的时候呢，他就发表了一个推文，他说Google 的一个 TPU 它和 NVIDIA 的 GB200 它们的一个性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那 TPU V7 呢，也就是 Ironwood 它的一个算力的表现是 4.6 个petaflops。OK， 那它的功率呢是1000瓦。OK， 那 NVIDIA 的 GB200 呢，它的算力表现是5个 petaflops， 然后它的功率呢是1200个瓦。OK，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他们的耗电的一个功率还有他们的算力的表现几乎是可以说是差不多1:1吧，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OK， 那这是半年前的事情了嘛？那最近那这个工程师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说TPU 好像比 GPU 好很多，然后他就觉得很疑惑。那之前其实你从数字上看，其实GPU 和TPU 他们的表现是on par 的，就是他们的表现是几乎是差不多的嘛。然后某些报道出来的他们的一个性能的差异，更多的是一个软件上的一个差异。然后他讲说NVIDIA 的护城河在很多人看起来是很大然后它的CUDA很好用，对吧？然后这边他讲了说 NVIDIA 的护城河对于大的 AI 的实验室，就是大的 AI 的 team 来讲，这些护城河其实从来都不深。就是像 OpenAI 他们有自己去研究去投资去做 Triton 嘛，也是类似于CUDA 的一个编程的语言，然后他们会发现他们在同样的硬件上面跑出来的性能可能比 CUDA 它本身的一个跑出来的一个性能还要更好。然后他讲说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就是工程师比较厉害，他们调教的比较厉害。OK，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 NVIDIA 还有 Google 他们的护城河都没有那么深，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的硬件只是一部分，那软件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当你的硬件比较差的时候，如果你的软件非常强，你也是可以超越它的一个整个算力的一个表现的。OK， 那这边的结论其实就非常的明白了。如果你要提供 AI 的一个算力，无论你是推理inference 还是 training 训练，都是一个软件加上硬件的一个结合，这样子，然后你去整体提供一个算力。所以很难讲说这个 TPU 就比 GPU 好很多，它一定就省电很多。其实在这个基础上，你的软件工程师的一个调教是会更加的一个重要。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更会用哪一个，你的工程师在 TPU 上面更厉害，那你的 TPU 你的性能就更好。那如果你更会用 GPU， 那你 GPU 方面的性能就更好。但是呢，这边我要加一句，就是说要想把 TPU 用得更好，就会更难一些。那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 TPU 还是相对小众了。像大多数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对于GPU 的一个熟悉的程度是远远大于 TPU 的。OK， 那包括他们从可能读书大学的时候就在用 CUDA， 对吧？没有人用过说JAX， 没有人去学过 JAX， 就是 TPU 他们自己的一个用的一个架构，对吧？所以你要把 TPU 用得很好是不容易的。那这边的结论就是这样了，TPU 和 GPU 他们的性能没有很明显的说孰优孰劣。OK， 那我们接下来聊第三点。第三点就是 TPU 它想要推广，想要取代 GPU 一部分的工作，或者说很多的工作，它会遇到的挑战会有哪些？其实我觉得它挑战其实还蛮大的。那这些挑战里面呢，它包括一些物理上的一个无法去克服的一些挑战，它也包括像是一些策略上的无法去克服的一些挑战。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一个也不能讲文化，就是习惯上的一个差别，大家用了这么久的一个CUDA，对吧？这方面一个挑战其实都非常的大再包括像一些竞争的一个策略上的，就是 Google 它可能并不愿意把它的一个 TPU 部署在很多的一个云服务器里边，对吧？给别人提供更多的一个优势嘛，那这就是另外一方面一个挑战了，对吧？对，那我们先来讲几个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挑战那第一个就是它技术上的一个架构。那现在 AI 一个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就是 Agentic AI 嘛，就是一个代理型的一个 AI或者叫做是智能体吧。那像很多公司，包括像 Microsoft 还有 Amazon， 他们就有提到过说他们的AWS 还有 Azure 的一个客户就是那些大的公司他们都在开发他们的一个 agents 来帮助他们的员工去做很多方面的一个流水线式的一个操作，还有工作去提高他们的效率，对吧 ？OK， 那对于这种 agentic 就是代理方式的一种 AI TPU 就非常的不适合，因为Agentic AI 它就需要去不断的去读取数据，然后在不同的数据之间跳来跳去，对吧？它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大量的一个批量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运算。那 TPU 在这方面就是天然的劣势，而且它非常非常难去克服，对吧？像我们刚才讲过，它是 TPU 设计来就是来跑那种大量的一个运算的。OK， 数据的频繁的读取，然后跳不同的一个模型。不同的一个运算的方式是它非常非常不擅长的，而且它也很难去克服。但是同时呢 ，Agentic AI 又是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发展一个主流吧。
对吧？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我觉得 Agentic AI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TPU 它无法去克服、无法去触及的一个应用，我觉得是蛮可惜的。OK， 那第二个呢，就是策略方面的一个考量呢，就是叫 data gravity。那 data gravity 的意思，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成说，GPU 它已经用了这么久了，对吧？像那些大的公司，像方程500这些公司，他们的数据就是在 Azure 还有 AWS 这种大的 CSP 那里，对吧？他们一直用的都是 GPU， 对吗？那如果现在你想说把这些存量的客户想要换成 TPU 的一个用户的话呢，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数据的迁移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存量的用户，我觉得可以几乎不用去想这个也是 TPU 无法去触及的一个大的一个客户群体了，那没办法，对吧？你后来者嘛 ，OK。那存量的客户，我没有办法。那新的客户呢？那如果是一个新创的 AI 公司的话呢，你在做训练的时候，还在调你的模型的时候，你是绝对不会用 TPU 的，对吧？你还是主要是用 GPU。那最好的情况就是，当你要 scale up 的时候，你会把你 scale up 的那部分成熟的模型的那部分用 TPU 去跑。OK， 那你训练的部分，还有一个新的模型的一个R&D 的部分，你可能还是去用 GPU 这样，对吧？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要你模型比较稳定了，然后你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时候，你才会去用 TPU， 对吧？因为你要用 TPU， 其实你要做蛮多的一个数据的迁移，还有架构的一个调整，然后还有去 debug 这些等等，它的成本其实也不低，然后你也需要专门的 TPU 的工程师。对吧 ？OK， 所以TPU 它能发展的最可能的客户就是一些新的公司想要 scale up， 或者是模型已经比较稳定的，像是 Meta 这种，他们想要去做 inference 做推理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公司，它才有可能会用 TPU。那很新的公司他们是不会去用的，然后很成熟的公司他们也不会去用。OK， 那这就是这边的一个策略方面的一个挑战呢。那剩下的话呢 ，developer experience ecosystem 还有 talent， 他们其实算是同样的一个大的整体，就是说生态系统了，对吧？那 CUDA 它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对吧？那像之前 Jason 他也在 GTC 上面有提到，他们的 library 里面已经有300多种，已经有300多个了。就是说你做各种各样的一个研究一个算法的 R&D， 他们都是有对应的 library 让你去用。他们也在高校还有研究所里面，他们都有很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习惯，还有环境在那边，对吧？所以大多数培养出来工程师，他们都是会用 CUDA， 对，他们没有用过 JAX， 没有用过 TPU 的一个架构方面的一个经验，对吧？所以你要去招人的时候就非常难，就是市场上面你TPU 的工程师和CUDA 的工程师，他们的一个对比的人数对比就是1:20而且 TPU 的 JAX 它对开发者而言，就是你做研发的时候，它天生就是 debug 非常非常难，因为它的数据都是一整块的，想要去 pinpoint 哪里出问题也是非常非常难。OK， 所以整体来讲TPU 它想要去推广它的一个挑战还是非常非常大的OK， 那在这样的一个挑战作为一个大的背景再加上我去大概看了一下TSMC 他们能给出来一个产能的一个分配，就是主要是 CoWoS 这方面一个产能的分配，然后我让 AI 去帮我估计了一下接下来5年的GPU 还有 ASIC 他们的一个市场份额的一个变化当然这边我是用最新的这3个模型估计算了一下，然后去对比了一下，然后拿出来一个我觉得还算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数据。那这3个模型就是Gemini 3.0然后最新的 Grok， 然后还有 ChatGPT 5.1 OK， 那当然我们无法去预测未来因为还有很多的变数，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抓住的，对吧 OK， 那这边的 NVIDIA GPU 呢，就是市占从2025年的80%到85%到2030年的60%到65%，它会降一点了。然后 ASIC 呢，它的一个市占会从现在的10%会拉升到2030年的25%。那 AMD 的话呢，它也是从现在5%到2030年的一个10%到12% 了。OK， 那再加上之前我们根据 Lisa Su 它的对于整个 AI 芯片的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估计那从现在的200B 到2030年的1个 trillion， 它大概就是翻5倍，对吧 ？OK， 那这整个市场的一个扩大，再加上一个份额的一个变化，我们就可以估计出 NVIDIA 它的一个revenue 在接下来的5年，它的 CAGR 大概就是30%，然后 revenue 可能会在5年里面翻4倍。
OK， 那 ASIC 的话呢，CAGR 就是60%，那 revenue 会在接下来的5年翻大概10倍。OK， 那 AMD 的话呢，也是和 ASIC 差不多，它的 revenue 也是会翻10倍，然后 CAGR 是60%，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就是 NVIDIA 它的30%的一个 CAGR 也是非常的快啦，非常的快，对吗？那 ASIC 的话呢，它和 AMD 都是60%的 CAGR， 就更快一些，但是它们整体的份额本来占的就不大嘛，所以增速快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那我们最后就大概来总结一下 TPU 和 GPU 它们的一个状况，以及它们对 Google 和 NVIDIA 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影响。OK， 那首先我觉得 TPU 对于 Google 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消息。这个我完全不否认，我也是相信它确实能给 Google 的 margin 带来很好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对吧？毕竟 TPU 是他们自己的芯片，他们最懂怎么调教，也能够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个潜力，对吧？而且他们不用去买那么多的一个 GPU， 像其他的 Hyperscaler 一样，对吧？那自然他们是可以省下很多的钱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相信 TPU 它会慢慢去抓取更多的一个市场的份额，尤其是在推理那方面。OK， 那它的增速呢是会比 GPU 会快一些，但是 GPU 还会是那个主流的一个玩家。 OK， 那这方面呢有物理方面的一个限制，也有说是策略方面的一个限制，也有说一个习惯上的一个限制，对吧？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 AI 的一个算力的芯片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它的增速是非常快的，接下来5年它的增速是可能会翻5倍哦。所以任何一个说是GPU 可能会死掉或者 TPU 会死掉这个我觉得都是不太现实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增长的一个市场。 OK， 大家都会增长很快的，好吗？那只是增速上可能会有点差别，但是如果你两边都买一点，你都在增长嘛，不会有错的，对不对？或者你就买指数也是不会有错的，对吧？那增速的预估呢，就是 TPU 或者说是 ASIC， 它的接下来5年增长翻10倍，那 CAGR 是60%，那 GPU 的话呢，可能就是翻4倍，然后 CAGR 呢是30%，其实都算很快了。OK， 那 valuation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Google 它目前股价大概是320块左右吧，那 PE 呢是来到32左右，PEG ratio 呢是 2.0 左右，NVIDIA 的话呢 PE 是45左右， PEG ratio 就 1.2， 因为它的增速预期还是非常快的，它的盈利的一个增速。OK， 那 AMD 的话呢 PE 是60左右那 PEG ratio 是 1.5 左右可能和 NVIDIA 差不太多。OK， 那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的 PE 来看的话呢，那 NVIDIA 目前是45、44的一个 PE算是它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准吧。那 Google 的31、32的一个 PE 呢，是它最近1-2年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点。那如果让我去非常主观的去评价一下的话呢，我会觉得说 Google 最近40%到50%的一个涨幅可能已经涨了1到2个 trillion 了，对吧？那这1到2个 trillion 它已经涨了4到5个 AMD 了，对吧？所以你说它有没有 press in GPU 方面的一个表现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OK， 那 NVIDIA 它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稳固的。那它目前的价格呢，我觉得也不是说非常的便宜，但是也不贵。OK， 所以那这就是我主观的一个评价了，好吧 ？OK， 那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会对你有所帮助。我是 J，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